中美领导进行了电话会谈，美国的态度虽然看似没有前几天强硬，但形势比以前还是更严峻的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中美两国领导人电话会谈刚刚结束没有多久嘛，我们呢也是在工作室等结果，然后等各方的报道，等到了深更半夜。到晚上呢还是不错，看到了新华社的完整报道。再有呢，就是到了上午的时候，美国白宫答记者问的全文记录，我们也看到了。会谈时间呢其实不算长，2个多小时啊，还要包括双方翻译的时间，这样算下来，两国领导人发言的时间基本上都不会太多。这个也正常，毕竟呢，两国领导人不会面对面直接吵架的嘛，肯定是按照中美双方在罗马会晤的时候谈出一个框架，两国领导人出来针对框架内容一起出面，各自确认一下。就好像是业务部门谈完合同，两位老总出来一起盖个章。新华社报道首先提到了拜登的发言，这个顺序还是特别少见，因为以前我们报道新闻都是先说我方讲了什么，然后说别人讲了什么。这次颠倒的顺序，估计是想体现一下美国更急于通过对话达成什么效果。在报道中节选了拜登对台湾问题的表态，其实这个表态跟原来说法基本差不多，就是不支持台独，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，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，还重申了美国不寻求打新的冷战。这些说法其实比较符合中方态度，所以能被节选留下来刊登出来。别的话不好听的我们就不转述了。但是中国媒体不转述的内容，其中最敏感的一句，美国驻华大使馆官网上还是登出来了，就是拜登又说了，如果中国不配合制裁，或者是帮助了俄罗斯逃避制裁，后果和影响会是如何。不过后来再看看美国白宫答记者问的时候呢，也发现尽管记者们是反复的就中国是否会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为，美国是否会制裁中国这问题上连续发问，白宫发言人都回避了拜登在会谈中的这一句话，坚持不做任何表态和解释，就是一句话，你们想知道中国什么态度，你们自己去看中国媒体就行了，别来问我。美国不是对中国提要求，中国会自己做决策。这个态度看上去好像真的没有前几天那么强硬了。不过呢，这也是外交舆论战中一个最基本的战术技巧，就是除非得到授权，千万不要代表别的国家去表态，代表别的国家去表态很容易翻车的。所以这一天下来，如何准确翻译中国的表态，深入理解中方发言，就成了国际新闻界一个特别关注的热门话题。中国领导人的表态之所以引人关注，确实也是因为我们的一些语言、一些用词儿，明显表达了跟以前完全不同的态度。在俄乌问题上，我们强调有自己的判断，这个说法就是对前一段时间美国施压的反击。因为中国反复表达过愿意和国际社会一起促使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，该做的我们一定会做，但前提是别对中国做任何施压，中国是吃软不吃硬。而且我们绝不容忍有任何人理解我们是被美国压迫着做选择的。所以美国想在这些领域上寻求配合，那就必须先学会用一个恭敬的态度和中国讲话。另外还有些语句和词汇意味深长，比如说我们反对国家之间走向兵戎相见，这一句话可是包含了现在面对的大量问题了。北约东扩给俄罗斯制造了压力，这就是走向兵戎相见。而俄罗斯用武力解决问题，不是走向，是直接兵戎相见了。两边我们都是反对的。而美国和北约应该直接和俄罗斯领导人探讨问题。这个意见就是说，北约美国如果不给俄罗斯留面子，不让俄罗斯有安全感，不让俄罗斯体面下台，那是不行的呀。把核大国逼到死角里边，对美国对全世界都没好处。而且这句话针对中美之间也是一样，告诉美国不要在中国面前再玩军事冒险、军事赌博，这都是错误走向，会兵戎相见的。而且现在中国领导人已经不说合作共赢了，而是说要避免冲突。可见中美关系确实走到了十字路口，需要美国好好在台湾问题上认真掂量。真把10多亿人卷进冲突和战争，那是闹着玩的吗？所以虽然看上去两国领导人在对话中、谈话里还是有一些共识，但是我们还是提出，
美方有些人根本不按照上次两国领导人会晤的共识去落实，这也是借着美国手下人说话，实际上说美国政府很多事儿该做而做不到，只不过领导人之间直接面谈，身份限制，面斥不雅。好，关于中美两国领导人这次会谈谈了什么，能给中美之间带来一些个冲突的缓解吗？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聊。